眼睛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唯一的硬件，这个硬件会坏，但却不能修，不能更换。我们用眼睛去看这个五彩缤纷、花样繁多的世界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但是对于盲人和视觉障碍者来说，这是奢望。我得的是一种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基因疾病，14年的发生的事情。那个时候矫正视力还有0.5左右，但大概就1-2年后，我的矫正视力就不足0.1了。这是我朋友，他28岁，本该是拥有事业和家庭的年纪，现在只能成为社会的边缘人。他得的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，全世界范围都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。2016年，上海最好的眼科医院医生是这么告诉他的：当检验报告下来之后，医生一边在用手机给我的病历拍照，一边对我说，这个疾病暂时没有医疗手段。自从2016年发病后辞去工作，他在家里待了整整4年。今年年初，一场疫情把大家都锁在家里3个月，这3个月几乎把所有人都快闷出病了。而他在家待了整整4年，这4年里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自己失明。其实每天起来就真的就是很枯燥，你明白吗？有早餐就吃早餐，没有早餐就不吃，就坐在这边。有时候手机放音乐，有时候喜马拉雅听听小说，听听相声，一直都是这样子，每天都是这样子，从白天等到中午，从中午等到晚上。从晚上等自己什么时候睡着。也许关注我早的朋友还知道他。2018年，我们还去了他家，一起救助了一只小野猫。2018年，他还能看见这只猫。今年眼睛情况再度恶化，猫已经是一块边缘模糊的白色平面了。这种病不要你命，却又会一点点消磨你的意志，再坚强人都没有办法坦然面对。他甚至已经创立好了自己的葬礼歌单，准备在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天为自己播放。7月29号，我收到一条他的语音。兄弟，我们尽快准备一下看海的计划吧。我的右眼也不对劲了。看海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，因为他还没有见过海。这个计划其实4月份国内疫情缓解的时候，我正好带他去了，但他特别不愿意麻烦我们，因为身边的朋友工作的工作，成家的成家，他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事，所以从来不愿意主动提出来要大家帮忙。但是他既然主动说出口了，说明眼睛真的已经到接近最差的状态了。接下来我们安排好了自己的工作，订了2张8月4号去三亚的机票。这一趟旅程是他第一次去看海，也许也是最后一次。其实我对这趟旅程还有第2个期待，我希望他可以转变自己的心态，以应对未来终究会失去光明的那一天。第一个登机爽不爽？第一个登机爽不爽啊？我有点恐高。他以前因为恐高没有坐过飞机，第一次坐飞机，我特意为他订了头等舱。来，你现在往后躺，用点力，哎，爽吗？这个还能翘2腿。视网膜色素变性有一个病症，就是畏光，光线一强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他还是经常会去看窗外。你说我看下面是一片灰蒙蒙的，就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有轮廓吗？没有，轮廓都没有，没有，就是一片灰色。你知道吗？比你看不见更绝望的是什么？是你还以为你看得见。飞机餐上来的时候，他是完全看不到桌子上是什么，只能用手去触摸，拿起来直接放嘴里。如果有包装纸，那也只能再从嘴里吐出来。小心小心！落地三亚，我们正式开始了这场特别的旅行。全程都是这样的，他搭着我的肩膀向前走。如果前面有台阶，我会告诉他有几阶，大概多高，前方是什么路况。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他为什么4年都走不出自己的小区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前方都是未知的，是危险的。到了三亚，正好是中午，行李放酒店以后，我们就去吃饭了。他第一次吃椰子鸡火锅。那么一个视觉障碍者是怎么吃火锅的呢？我觉得破了。
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到了什么，只能往嘴里塞，嚼到了不能吃的，那就吐了，重新加。所以后面都是我给他夹的菜。吃完，我们散步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海边。走上沙滩，我就让他不用扶着我了，可以自己安全地向前走了。实际上，这样的光线他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旁边的孩子在海里玩得特别的开心。看海这件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困难，但是对于一个残疾人，一个视觉残疾人来说，就真的是奢望。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你有一个，就是说一直想要完成愿望啊，有一天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完成了的那种空虚感。你可以大声的宣泄出来。我记起一句话：你所习以为常的，也许是别人梦寐以求的。我现在就觉得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处于什么的境地，你的目标都可以实现。只要把目标定得足够，只要你把目标设置的足够低，比如看着海什么的。说真的，开心吗？说出来呀！开心，还好没有待在无锡，妈的！4月份就让你来，你不来。那你看到的海是什么颜色？比天空的颜色深。不是颜色，不是明亮度。我分不清什么颜色。我们顺着海滩慢慢走回酒店的路上，我感觉他还是挺开心的。我在询问了他的视力范围后，给大家做了张图啊，这是正常人能看到的图像，这是他能看到的图像。原来3年前他就已经看不到颜色了，现在也只能分清黑白灰。一旦光线变强，事物就会失去所有的细节，所以他白天都要戴着墨镜。回到酒店，我们聊了一下午。这4年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视力，而是一整个正常的生活。也有经历过，当你好好的走在路上，但是人家撞到你，并且还会说你没长眼睛吗？死瞎子。底层小人物的发生是没有人会在意的。就比如说，我家就在1楼阳台，楼上空调外机漏水，对吧？人家就来了句我不会动的，那怎么办？你去跟居委反映吗？没有用啊，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事情，因为这些太小了。I don't wanna die。他本就是一个挺悲观的人，所以开导他，让他乐观起来，才是真正能帮助他的。虽然性格养成了这么多年，非常难改，但是我必须得试一下。我为什么想带你出来走这个一趟，是因为你一直待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面，待了4年了。就像我去年去你家拍的时候也是，出来一趟。你出来一趟，你自己也能在路程中感受到快乐。你当时来之前，你是不相信的。你说真的会吗？我真的去了之后回来我就会开心吗？但是很明显，今天下午你走到海边的时候，还有今天下午你在下面游泳的时候，你很开心。你那种笑容就不是装的，你很开心。但是你也有若有所思，在想一些东西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第2天上午，一场雨打断了我们的行程。不过我们本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现在几乎所有的景点都是景观景点，索桥、玻璃栈道、天涯海角，他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并且因为体重超重，所以亚特兰蒂斯大部分的项目他也都玩不了。所以下午雨停了，我们又去了海边。不过这一次我们下水了。我们是2007年认识的，到现在整整13年了。我们同一时间走出了校园，看着他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到现在因为疾病不得不停下脚步，与社会脱节。说难听点，有点苟活于世的感觉。我自然希望他可以坚强地走下去，但是他身上发生的事，无论放谁身上都没有办法坦然面对。他能一个人坚持到现在，已经很厉害了。接下来全盲必定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身边的人鼓励顶多是蜻蜓点水，日子是他自己在过。真正能帮助他的只有他自己，
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会去感叹和可惜，但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这才是关键。这一次我帮他完成了看海的愿望，但是我希望是借这一次旅行打开他的心扉。既然全盲是不可避免的，那就只能想办法利用有限的条件去让生活过得更好，让生活过得有点盼头。这总比每天让自己处在马上要失明这种悲观的状态要好得多。我们来一段那个，就是邪不压正里面的吧？是吗？就那个你先说起头。就那个，是一个写日记的那个对吧？你写日记吗？我不写，你写吗？我不写，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？写出来呢，还能是心里话。下届。虽然只有短短2天半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挺有效果的。天气也特别应景的放晴了。怎么说呢？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还有点担心家里的猫猫狗狗，还有点不愿意来。现在人还没有走，却已经又开始有点不想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开始期待，就是说下一次旅行，在期待着下一次出门的机会。大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，好像这随着海浪啊，你的烦恼真的就被它带走了。早就有点不想回家了。你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，还蛮爽的，讲真。哎，开心吗？还蛮开心的。车车要回去了，有没有什么那个怀念的？有啊，那12块钱像在无限畅饮的椰子，还有那只一口塞不下的大鲍鱼，都是吃的啊。还有啊，你已经不能吃了，你这么胖。还有啊，还有那沙滩啊，那阳光啊，虽然第2天就没有什么太阳了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感悟？有，活着还是蛮好的。活着还是蛮好的。还有，我想我的狗了。好的，猫不想吗？猫一直在我心里。好的。打桩机。不给你看。布丁，你好呀，又回到家里了，同志。你不要拍我内裤啊！不拍你内裤。知道，总归还要活的。总归还要活的，对。想好下一次去哪儿有个奔头，对不对？虽然你脱光了，我不太好拍你，但是还要跟你说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日子好好过，好不好？下次再见。好，拜拜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这里是音乐英文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是我们喜闻乐见视频的第2期。那么喜闻乐见这一个系列的视频呢，我们会不定期更新，因为这视频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都是我们身边实际发生最重要的故事，我们会很用心的来做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。如果你还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，一定要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